就在此时，敌方将领来到翼王面前，两人各执长剑，冲向对方。错。没错，当时这个翼王啊，的确是落入了敌军的陷阱，被敌军团团围住，情况万分紧急。可是翼王呢，毫无惧色，执起手中的长剑，直奔敌军而去。如此这般，以一挡百，翼王呢，杀出了重围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见翼王手中的长剑一出，敌军将领手中的长枪呢，便被挥去。待这个敌军将领回过神来，翼王手中的长剑已经架到他的脖子上了。这位姑娘，是你讲啊，还是我讲啊？啊，你这是要诚心抢我的饭碗啊？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讲的跟事实不符，所以就多嘴了几句。不好意思啊，您继续，您继续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锦觅，你怎么会知道翼王这么多事情？哦，我呢，前阵子陪着翼王演戏的时候，我听秦童讲了这些战场上的故事，我就记住了。然后呢，你被他们围攻以后发生了什么？水。哦。皇上，臣有事禀报。你先回去吧。皇上，您后面的故事还没说完呢。咱们病入膏肓的戏码又不是一日能演完的，左右你明日还来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吧，那臣告退了。圣女，您可回来了，还请圣女速速随我去看一看王上。王上，王上怎么了？圣女过去一看便知，请。王上只需圣女一人前往。皇上叫臣过来有何事啊？过来坐。哦。哎，坐这儿来。你不是喜欢做凤凰灯吗？今日我们便做一盏。臣不会做凤凰灯啊。我会啊，你只要辅助我便可。
皇上。啊！皇上，臣给您拖后腿了。你也知道啊。不过这样子也是勉强能看的嘛。这是你我携手做的凤凰灯，我可否留着？当然可以。这么丑的灯，可千万别送我。这盏灯是不能送你了，不过随我来。天地分开，相隔万丈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思量，写一封情书，一出间作为开场，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。这些凤凰灯都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可喜欢？人世间如何慌张？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哪里？这些凤凰灯是我初学的时候做的，做得不好，本来想扔掉的。这些灯全都是你做的吗？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许愿的地方，种下一朵红莲，把时光燃香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这几盏你若是不喜欢，以后扔掉便是了。我喜欢，我全都喜欢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不行，锦觅，你要清醒一点。他是翼王，你是圣遗族的圣女，你怎么能对他产生这般情愫呢？他为何笑得如此好看？一定是这几日思绪太过紧张，
竟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那圣女而点。什么？他？想不到我竟想瞧了他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在这世上，谁也不能夺走我的表哥。穗禾公主，在下奉天后之命，特来开启公主的记忆，得罪了。锦觅，就连在这俗世，你也要与我争续凤。属下刚才冒犯了。为何锦觅那贱人还在这世上？属下无能，把灭灵剑弄丢了。就算没有灭灵剑，你也要给我想办法灭了锦觅。我绝不能让他和旭凤在一起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董瑞喜一除，侯爷放心，他不会再给侯爷造成任何威胁。做的是否干净啊？副相虽有怀疑，但也找不到丝毫证据，已经以董瑞喜畏罪自杀定案。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爹，如今旭凤表哥身体安康，我与他的婚约也该提上日程了。穗禾呀，爹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但经过此番幕府会议，再想将表哥拉下王位可就难了。但你若将我嫁与表哥，将来我为表哥诞下子嗣，这孩子便可以唤你一声外公，你依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利。穗禾如此执着，不如便成全他。如今翼王与我势不两立，若他真能驾驭旭凤，我还可保得势力；若旭凤执意不娶，再起兵也不迟。爹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好，这几日我就找人递折子上去，催旭凤早日成婚啊！成全了你这一片痴心。还是爹对我最好了。爹前几日将你禁足房中，没怪爹吧？以后再也不许关我了。好，不关，不关。昨日还想拉本王下位，今日就一个接一个的送来奏折，让本王记着与穗禾的婚事早日传承子嗣。这个南平侯还真是有法子让本王上火。不过臣以为，诸位大臣说的似乎也没错，王上年岁不小了，也确实该成个家了。他们不懂本王的心思，你还不懂吗？可是末将听老人们说过，如果男子久不近女色，容易什么呀？容易像王上这般上火。金东，你最近操心的事儿可是越来越多了。王上，圣女刚刚递来了折子。你说本王该放他走吗？这就要问问
王上的心了。这灭灵剑竟然还未落下，旭凤，看来这便是天意了。啊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啊，月下仙人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老夫啊，担心凤娃和小锦觅，所以特来此处瞧一瞧。不知颜右军又为何在此处啊？我和锦觅是老朋友了，特地来看他是否安好。你有所不知，我趁凤娃走时啊，扯了一条红线，将她与锦觅绑在一处。也不知今日二人是否绣得共枕眠了。啊，凤娃怎的这般愁眉不展啊？你可知道她在为何事发愁？这怀吾的南平侯有个女儿，名曰穗禾，她与旭凤有一纸婚约。如今朝中诸位大臣纷纷递来折子，让他俩早日完婚呢。穗禾？哪个穗禾啊？莫非是那鸟苏公主？啊，不妥不妥不妥！我可不喜欢那个穗禾，她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凤娃啊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或许可以帮帮旭凤。快说给老夫听听。啊，好，就这么办。颜有君果然有创意。秦东，去拿几壶桂花酒来。王上怎么忽然有此雅兴？从战场归来之后，还从未见王上饮过酒。此仗难打，需要壮胆。臣这就去备酒。请求回圣医族的折子递上去也有几日了，为何丫丫一直没有回音呢？若是再留在此处，我该如何安放这份心意呢？倒不如远离此地，从此一别，思念一生。皇上，您是醉了吗？今日南平侯联合众大臣上书，敦促本王尽快与穗禾成婚。王上文韬武略，郡主金枝玉叶，佳偶天成，是件好事。好事。皇上，臣请求回圣医族的折子，不知王上是否看到了？王上曾允诺过我一个心愿。我以为你想要的是一道不必殉葬的赦令。百年族规，臣
不敢逾越。初次见你的双眼，我就觉得非常熟悉。其后，日日与你相对，即便痊愈了，我也不想离开。我回来后，本想先稳定朝局，再去寻你，怎料到南平侯先把你招到了北岳山庄，我是又喜又怕。喜的是能早日见到你，怕的是你在这里会有危险。宜昭为圣女，一生不可移。臣活着是王上的人，臣死了是王上的死人。这是圣一族100年之祖规，生死相托。什么生死相托？我不要你为我殉葬，反而我要让你好好活着。我不要你做我的什么活人死人，我只要你做我的人。臣自然是不愿意殉葬的，但若坏了族规，不用等到殉葬，臣怕是活不过明日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自有办法让你脱离圣女这个身份。死遁，你只需装病几日，随后撑死，然后我把你秘密藏于民间，过些时日，再以官宦之女的身份把你接回宫中。不可！纵使王上有1000种法子保我，圣一族也会有1001种法子将我处死。难道本王要养圣一族的婢媳吗？圣一族让你给本王陪葬，那本王就让他们给你陪葬。王上，万万不可！臣从小寄情于医术药理，过去如此，将来亦如此。况且王上从来没有见过臣的真容，臣面纱下其实粗鄙非常。我在你眼里就这么肤浅吗？不，王上在臣的眼里是明君，可王上有王上的天命，臣有臣的天职。夷王跟圣女在一起，破坏了规矩，若是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，便成了王上的污点，对王上不利。我对你的这份情谊，在你眼里竟是个污点。王上，臣以为王上久未成婚，膝下无子，确实难安民心，应当早早成婚，才多纳几位妃子充盈后宫，绵延子嗣才是啊。后宫空置，非明君所为。以老臣之见，纳妃之事倒是不急，早立后位才是正事。
梁国今日蠢蠢欲动，亡我怀吾之心不死。南边的土人，北边的霍洛人，屡屡侵犯我怀吾，挑衅我们忍耐的底线。如此时局，本王焉有心思考虑婚事啊？可是王上，这些敌人一日未除，四海一日未同，本王便一日不娶。王上与小女的婚事乃先王所定，如今王上竟然身体无恙，理当为国考虑，早日大婚，传承子嗣才是。不早了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圣女，今日我听闻南平侯和副相催翼王大婚，可翼王竟说那些个敌国一日未统，四海一日未平，他便一日不娶。没想到翼王如此铁骨铮铮，这坚韧崇高的信念真让人佩服。小心烫！啊，你递上去的折子，王上可准了？那你还想在这儿待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王上有那么多大事要忧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顾不上我们。你倒是住得舒服，你可知？你到底还想不想回圣衣所？若是回去了，此生还有机会与他相见吗？在这里多待几日也无妨嘛，无妨的。慢走啊！郡主，其实这些事情您大可吩咐我们来做便是，何必您亲自前来呢？与表哥的婚礼是我期盼已久之事，如今婚期将定，我自然希望亲力亲为，让一切都完美无瑕。郡主对王上一片痴心，日月可见。日后王上定会好好宠爱郡主的。凡间为人不过短短一瞬，但能先嫁上旭凤一回，也好。元佑，你想做什么？看来你的仙家记忆已经开启了。
可惜了，我还是喜欢前几日那个又傻又天真的你。定。唉，虽有记忆，却还是凡人肉身。穗禾公主，你应该不会料到，有一天会这般落在我手上吧？叶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对你做的事情还多着呢，该从哪里开始好呢？带我重返天庭，定要你好看。好看？我已经够好看了，不能再更好看了。我怕天上地下那些女子啊都受不了。你无耻！无耻？我无耻？哈哈！要论无耻，我可不及你穗禾的1/1000。想当年你在天庭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。今日我们两个就来好好算算。颜佑，什么？郡主不见了？原本郡主还在车中与奴婢聊天，可是不知怎么奴婢就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车里就没了郡主的身影。启初在，马上派人全城搜索，务必找到郡主。是。哎呀，红红啊，红红，这明明约好的，这人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连翘，啊！来，老胡，怎么啦？你是否知道月下仙人他到哪里去了？他说等不及你，要去凡间给锦觅和他的2侄子牵红线，让咱们自己玩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老狐狸，咱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！哼！皇上，南平侯府来报，穗禾郡主失踪了。南平侯希望王上也派人一起寻找郡主的下落。这又是搞什么名堂啊？罢了，穗禾与他爹不同，你派人去寻一寻吧。不用寻了，郡主此刻就在山庄。什么？方才跟一个叫扑哧君的男子一起来的，说是有事请王上做主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哎，你说旭凤会成全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吗？颜佑，你若再不放开我，待他日回到天庭，我定要你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。反正在你的精心计算之下，我早就已经是个戴罪之人了，多一罪少一罪又何妨呢？更何况，能在凡间与你双宿双栖一回，我倒是欢喜得很。表哥，从现在开始，可不能让你再开口了。这位就是扑哧君吗？小名扑哧，见过翼王。你此番求见本王，有何要事啊？小名乃是南平侯府的一名食客，因缘际会之下与穗禾郡主相识。虽然我们身份地位悬殊，但是我与他一见如故，相见倾心。我知道王上与郡主有婚约在身，我本不该对穗禾郡主生出非分之想，可是情爱一事，又怎是理智可控呢？如今我与穗禾郡主真心相爱，还望王上成全。穗禾，你也倾心于这位扑哧君吗？嘿嘿嘿，该我出场了。表哥，我与扑哧君是真心相爱，还望成全。颜佑，你居然还有帮手，竟敢对我施傀儡咒！待他日回天庭，我定要将你与你之帮手挫骨扬灰！
老夫之忧，老夫之忧。皇上，此番我来到此地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皇上若是要治罪的话，只有不是一人便好，切莫伤害郡主。这不是穗禾郡主吗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人活短短一世，能遇到两情相悦之人，却是幸事一桩，绝不能轻易放弃。既然你与穗禾真心相爱，那本王便成全你们。今日，本王便取消与穗禾的婚事，还穗禾自由之身，由他自由选择夫婿。皇上英明，多谢皇上成全。起来吧。穗禾以后，定与不痴相亲相爱，不辜负表哥的成全。这穗禾郡主不是一直痴心于翼王吗？怎的突然与府中食客相好？而且这翼王竟然大方地成全了他们，真是比戏文还精彩。哎，不去听说书了。这么精彩的戏都看过了，还听什么说书啊？走吧。起来吧。此计果然妙哉。我们走吧。殿下，我要去一趟人间。关于灭灵剑和灵火珠，也许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。是谁啊？况洛，你把玄机宫守好，我去便回。这灭灵剑和灵火珠能有什么联系？能给出答案的又是何方高人呢？看来，这都是天意。什么天意啊？没什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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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什么。你还没回天庭啊？哦，你那妙计啊，让老夫玩得甚是开心，忍不住想与你说道说道。你是怎么想出如此妙计的？都是实践里面出真知嘛。唉，老夫虽然为人牵了这许多年的红线，可对于情爱一事，却还总停留在理论层面，鲜少有机会深入钻研一番，真是惭愧惭愧。不过看来此事还得向严佑君多多请教啊。哎，好说好说啊。哎，我听说这城中有一家酒肆的桂花酒啊，这远近闻名啊，甚是好喝。不如我们二人边酌边聊啊？好啊，我觉得与严佑君你甚是投缘。今夜我们便好好畅聊一番。不过待我先看一看我的凤娃再走。啊？他正忙光务呢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一个凡人，你又不能和他说什么，还不如跟我痛快畅饮去呢。这人间，哇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不，严佑君此言差矣。这凡人所说的春宵值千金，乃是因为要行灵修之事。但若用于你我身上，不太恰当。我们这应该算是良宵。对，良宵，良宵，走。少主，
嚯，身手越来越好了，切，还是这么无趣。我叫你不听话，我叫你不听话，叫你不听话，叫你不听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叫你不听话。恩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起来，李儿还小，有什么可以好好说。你以为我不心疼他吗？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，让他做一条体面的鲤鱼，他就是不干，他偏要去泥潭里打滚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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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儿，李儿，李儿，你答应娘亲，以后再也不要去泥潭里玩了，好吗？你可不许骗我，若是骗我，我一定不会轻饶你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恩主，让李儿先告退吧，我还要摔禀告，好吗？走吧。那日你答应我，帮我抢回灭灵剑，可都办妥？爷爷无能，人未能抢回灭灵剑。你那是如何答应我的？你说过你会抢回灭灵剑的，为何骗我？你知道我最恨人骗我。爷爷不敢，只是这一切也许是天意。恩主，旭凤她始终是无辜的。无辜？无辜？他有一个那样的母亲，就注定他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他母亲也尝一尝失去儿子的锥心滋味。既然你下不了手，那我就亲自动手。说，灭灵剑在哪儿？我要亲自把剑夺回来，亲手杀了旭凤。敢当真杀父母了吧？说，灭灵剑在哪儿？言有知错，言有只有想办法去把它抢回来。你当真会为我灭了旭凤？起来，起来，我便再戏你一回。你若再让我失望，我绝不轻饶你。你要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条红鲤鱼，不再是小青蛇了，知道吗，李儿？叫娘亲。娘亲。哎，乖。好，李儿，娘亲以后定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，好吗？好。乖，好李儿。爷要明白。李儿，这才是我的好李儿。不能再让干娘这般疯魔下去了。侯爷，怎么，郡主还是什么都没吃吗？没有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我的乖女儿，你好歹吃点东西呀！你这个样子，爹实在是心疼啊！你放心，爹已经在全城通缉那个扑哧。你说，你是让爹把他凌迟处死，还是五马分尸？你们是抓不到他的。你这是在怨爹，此番办事不力。可爹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扑哧竟然如此的狡诈无耻！哎，这也许是一王买通了那个扑哧演的一场好戏。此事与旭凤何干？好，无关，无关。
这些凡人真是愚蠢。女儿啊，你到底要爹怎么做，你才能高兴起来啊？如今身在凡间，也只能靠他了。爹，你该明白女儿唯一的心愿是什么。爹明白呀，哎，可爹又不明白了，你为何与那个扑哧去请翼王给你们赐婚呢？现在翼王下旨毁了你们的婚约，此事已成定局，爹又能如何呀？哎哎哎哎，爹去想办法，想办法好吗？哎呀，你先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听话。走，来人，把郡主的饭端上来。绝不能让随和再这般痴迷下去。曲冲，速将此信送到梁国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，你如此的伤害随和的心，我岂能饶你？此番梁国出兵，哼，你亲自出征之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他这几日乏得很，王上还请回报。大殿，这些凤凰灯都是旭凤为锦觅亲手所做的。我有话要问你。这么巧，我也有事要找你。我们能够在此处相遇，看来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抢灭灵剑？还有，虽然蜀仙已经承认当初是他用灵火珠袭击了旭凤，撇清了与你的关系，但恐怕他只是在替你做掩饰吧？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大殿，这问题能不能一个一个的问？这么多问题问得我头都大了。大殿若想知道这所有的答案，就请跟我去个地方。怎么，还怕我诓你不成？你既然能够想到我与灵火珠有关，就该知道我不会害你。你想要的答案都在这洞庭湖下，你不记得这里了吗？我应该记得这儿吗？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吗？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只是为何我会害怕？看来你还是没有做好揭开谜底的准备。到底为何靠近此处，我便如此心慌？没事，你若是不想下去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不过，此事虽然不急于一时，但是也不宜再拖下去了。
若是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入这湖底，所有的答案自然就揭晓了。本王到底哪儿做错了？是不是王上前几日借酒壮胆，本想酒后吐真言，结果弄巧成拙，成了酒后失言？你倒是说说，若是你的媳妇儿不高兴了，你该如何哄她开心？那就要看看媳妇儿不高兴的程度。若是一般的不高兴，买些新鲜的小玩意儿哄哄便可；若是特别的不高兴，你当如何呀？那就买些更贵的小玩意儿。你当圣女是寻常女子吗？不敢。你先退下。臣告退了。等会儿，把那些新鲜又贵的小玩意儿都替本王找来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如此绝情？刘盈，你我终是殊途，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说什么一刀一刀亲自恪守，说什么千年万年不会忘记的回忆，都是在骗我。殿下，您已经回来了。况洛，你还记得你儿时的事吗？当然记得。让你难过的事也记得吗？没什么难过的事啊。就算当时觉得难过，现在想想，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做神仙嘛，逍遥快活最重要了。你应该多想想开心的事。若真能如你这般，倒也好。殿下，
可是想起了什么不开心的事。谁能无烦恼呢？岁月便是如同烦恼组成的念珠，达观的人呢，不过是笑着数完这串念珠的。今日虽有挫折，却能坦然面对，才能遇见明日豁达吧。匡洛，你可愿随我去洞庭湖走一趟？洞庭湖？殿下无论去哪里，匡禄都愿誓死相随。哇，好美的地方啊！殿下为何会想到来此处？这里也许有我想要面对的过去。你不是红鲤鱼，没资格跟我们玩，快走！快走！找得快了，走，快离开利索！殿下，殿下，您可是想起什么来了？十分熟悉。走吧。将犄角割下来，你就跟他们一样了。不要，长青！不要，不要！长青，长青，长青！不要，不要！殿下，您没事吧？你要乖。长青，不要！您没事吧？无妨。云梦泽，这个名字倒是挺好听的。李儿，李儿，去找小伙伴玩吧，告诉他们，你本来就是一条红鲤鱼，你不是小龙。去呀，去呀！
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云梦泽，不是厉藏吗？大殿，终于等到你了，请。恩主，夜神殿下求见。洞庭君在上，小神润玉这厢有礼了。上神何故行此大礼，折煞妾身了？行女所当行，先上受得起。小神心中有惑，特请先上赐教。妾身久居陋室，与世隔绝，上神怕是问错人了。近日偶得一幅丹青，久闻洞庭君博古通今，特来请先上一道品鉴。娘亲，可否让我与洞庭君单独一叙？妾身不识丹青，要让上神失望了。无妨。那就让我为先上解此画。画中女子手腕上这串灵火珠，乃天界至宝，世间唯存2件。另一件，天帝大婚时礼聘天后，可见这画中女子与天帝渊源颇深。忽堕娇珠红素素，邂逅今朝不相离。这一联藏尾诗，海誓山盟，大有深情。句末2字恰好连成素离。落款处的北辰君前印是天帝陛下早年间自起的别号，对极为亲密之人才如此自称，知之者甚少。何人能得天帝亲会肖像，又以别号赋诗，聊表深情？况蜀先受审时，曾多次提及素离名讳。天帝天后神色很是反常，天后善妒。这位素离仙子与天帝是何等关系，想必不言自明了吧？小神自幼便在醒经阁苦读，6界人物、掌故皆过目不忘，唯有素离2字似曾相闻，却偏偏毫无印象，就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，了无痕迹。看来这位素离仙子是我幼冲之年渊源极深的一位故人。
有人故意抹去了我儿时的记忆，连同这个人、这个名字，也一并忘却了。上神多思多虑，浮想联翩的能力，真叫人叹为观止。果真是我多思多虑吗？天地龙族修火系法术，小神也是龙族，修的却是水系法术。如此推断，我生母当出自水族无疑。这画上的素离仙子踏浪捉鱼，多半也是出自水族。而诗中所提到的鲛珠，便是人鱼类所化。正巧，小神也有一串，自幼携带，从未离身。素离早已死了，上神为何非要跟个死人纠缠不休？当日蜀仙赴死，看似蓄谋良久，要为死去的素离仙子复仇，表面上也离间了帝后，重挫了鸟族。但在小神看来，这布局缺了些章法和远见，实则并未真正撼动鸟族的根基，更像是天后发难时牺牲蜀仙的金蝉脱壳之举。追根溯源，唯一解释得通的便是素离没死，非但没死，还身居幕后，暗中蓄力，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行动，不断地向天后宣战。我的儿子终是长大了，素闻夜神智计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仅凭区区一幅画，就可以抽丝剥茧，诸多推断。那不知小神所言是否属实？推断终究是推断。夜神天皇贵胄，自有天帝和天后。天后非我生母，只因我是天帝长子，他才想方设法要将我牢牢控于掌中。这几千年来，在我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自己的生母。上神请回吧。自从当年的丽泽一场大火，你的母亲便早已不在了。我原以为母亲是爱我的，只是因为当年迫于情势，才骨肉生离。我猜到了画中人，诗中意，却独独猜不到我日思夜想的生母，却如此退避三舍，使我如同陌路。不知究竟是我自作多情，还是母亲太过无情。为娘怎会不爱你？可是为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，是非何时了？上神，你又何必执着？如今母亲另有孩儿承欢膝下，润玉无意纠缠。我只想当面问一句：若我真是母亲的耻辱，母亲为何要执意生下我？倘若母亲与父帝倾心相恋，又为何要折磨我，抛弃我？这是被母亲那串灵火珠所致。这是当年母亲刮我鳞片时所留下的伤疤，其他地方的鳞片都已长了出来，唯独这块逆鳞之腹，是我一生的伤，一世的痛。世人都晓龙之逆鳞不可出，我实在是想象不出，究竟是怎样的仇，怎样的恨，才会让母亲对亲生骨肉下此毒手？别说了，求求你别说了！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生我者，毁我者，弃我者，
皆为无物，身心绝创，伤痕累累，全拜生母所赐。今日再拜，以还生母养育之恩。我不是你娘，你不是我儿，我不是你娘，你走啊！快走！丽儿。皇上不喜欢。皇上也不中意。皇上不喜欢。皇上也不中意。那臣再去搜罗些其他小玩意儿，这些我先撤了。留下。胆小怕事，缩头乌龟。这是何物啊？皇上，这是龙鳞。龙鳞？嗯，这是一位放路的神仙所赠的。神仙？嗯。男神仙还是女神仙？男神仙。这世上哪有龙啊？我看你是被骗了吧？不可能，臣亲眼看过好几次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。亲眼所见？你们见过几次啊？皇上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我哪有紧张？皇上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召唤出来。不准啊！以后都不准。本王已经下旨了，举国驱除方士，你可别破坏了国家法度啊！是，
书上说，一条龙的逆鳞只有咽喉下的一片是月牙状的。可是，龙之逆鳞，拔之将死，触之必怒。有哪条龙会傻到让人去碰？又有哪个不怕死的会去拔呢？这个骗子连龙鳞都做得那么不走心，亏得你信。是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王上就把这个还给臣。哎，既然你说这是龙鳞，全当它是吧。我觉得它挺配本王，不如你把它赠予我吧。不可。臣的这位朋友乃是神仙，他好心相赠，臣再把他赠与王上，这不合适吧？还你。小乌龟，你不把龙鳞赠给我，我可没你那么小气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王上。哎，你觉得它像不像你啊？像。啊？像我？像吗？像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不把龙鳞赠我，我却赠你一只小乌龟，那你得送我点别的东西吧？那王上想要何物？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我想要的只有一物。何物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让我好好想想。父帝是龙，母亲是龙鱼，我怎么可能变成鲤鱼？终于有一天，我忍无可忍。那次反抗，竟让我尝尽苦果。娘亲不要，娘亲不要，不要娘亲不要，不要娘亲。丽儿乖，丽儿听话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，乖。不要听话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要。
鲜血染红的，一层未干，又染一层。从出生起，我便被母亲藏在湖底最为幽深黑暗之处，暗无天日的活着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八龙岭，玩龙角吗？黑暗，孤独，是寒冷，失血过后彻骨的寒，一点一点地刺入我的脏腑、骨髓。你知道冷到极处是什么滋味吗？五内俱焚，全身脏腑、骨头仿佛都在沸腾，在燃烧，恨不得烧尽我身上最后一丝余温，耗干我心头最后一滴热血。如今想起来，还冷得直打哆嗦。别再想了，殿下。这般难过的往事，不如忘了更好。匡洛，你我虽为主仆，但你却是太子仙人的长珠，从小便在万千宠爱中长大，而我却是个被生母遗弃、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谁让你带他来此处？干娘，是孩儿不好，孩儿只是担心干娘日后会做出让自己追悔莫及的事情。你说，你跟我到底是不是一条心？说，你说呀，说呀！孩儿的命是干娘救的，孩儿的法术也是干娘传授的。干娘将孩儿养育长大，干娘莫要再独自烦恼了，让孩儿为干娘分忧解难吧。干娘既然日夜思念大殿，为何偏偏不与他相认呢？不堪回首，不堪回首。我本是龙羽族公主，我族虽属天界，却世代定居太湖，算是钟鸣鼎食，安泰清贵。我自幼备受父兄宠爱，和钱塘君的世子定下婚约。有一年天后寿宴，我随父皇上天界贺寿，竟献夜明珠。当时我还年轻，懒于应付，又被天界奇景所吸引。流连往返之时，我迷路误入醒经阁，与一位仙人不期而遇。他自称思夜之神，道号北辰君，执守天地的醒经阁。此人博学儒雅，我与他一见如故。其后，我们日日相约黄昏后，跟他一起消磨的时光，总是美好而短暂，飞逝如流水。转眼间，往来仇和，不过10日有余。将欲顺之，必不逆之。
将欲转之，必不折之。书法如同意领，充满秘术。你要好好用心感受。这真是沧海月明，珠有泪；蓝天日暖，玉生烟。6界尽至，天地纠缠鲜花神，没想到对您也……花神是他一辈子的情结。他年轻时为了权位，弃花神取天后，岂肯善罢甘休？多年后我才知道，他当初引诱我，也只因为我眉眼间有几分酷萧子分。他在我身上寻找的，不过是子分的影子。江南生子木，灼灼孕芳华。人家是龙鱼，又非草木。鬼灵精。忽堕娇珠，红素素。邂逅今朝，不相离。我随父王在天界住了月余，便访诛仙后，便要回太湖了。在临别前一夜，我去找他，想与他道别，他却如晨露般消失个彻底。几番查问才知，天界当时并无夜神，而北辰君更是查无此人。无奈归期已至，我随父王去拜辞天后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天帝送我的灵火珠，为日后埋下了多大的祸患。回丽泽后不久，我竟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骨肉。我偷偷带下润玉，但试纸终究包不住火，还是被父王发现了。父王，龙，我父王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生父，那时我才知道北辰君的真实身份。我向父王保证，一定隐藏好孩子的身世，绝不拖累童子。孽障！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龙鱼族的公主。无耻之有！他只顾自己沾花惹草，风流快活，却把所有的恶果都推向你一个人。是我咎由自取。若我一人承担这恶果也便罢了，出了这等事，我父王自知理亏，
主动解除我和钱塘君世子的婚约，再三赔礼道歉，哪知那钱塘君性烈如火，不依不饶，不久竟将我父王以不守婚约为名告上天界。不久天帝降罪，竟将太湖水面上36000顷的水泽之地尽数罚没给了鸟族。夺走太湖，多半是为了取悦天后那只河东狮吧。年幼你还年轻，当时我也年轻，不敢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人心，但其后我们母子陷入种种生死危境，他从来没有出面维护过，甚至连个影子，连一句话都没有。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从一开始我就陷入了一个精心设好的局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太湖钱塘交恶，东南水系分崩离析。天帝通过鸟族控制了最富庶的800里太湖，而当时拥立天帝上位的天界第一重臣水神的职权也被削弱制衡，一石三鸟啊！心思之缜密，深沉险恶，前所未有。群鸟按天后授意，成日在太湖上空盘旋，监视我们水下的动向。但当时天后并不知道我已偷偷诞下润玉，为了掩盖我儿的身世，免遭天后毒手，也为求族人平等对待我儿，我给他起名叫李儿，乔装成鲤鱼藏于立足深处，孤儿寡闻，忍辱偷生。李儿，却没想到有一天，李儿她还是掩藏不住了。退下。是。李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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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儿。这是何人？他是我与天帝之子。撤！先生，银雀长老让我们查查湖底是否有异常，如此上岸，只怕不好交代。我洛襄府何时要向鸟族交代了？太湖之上归鸟族，这水底下的事情还轮不到鸟族来智慧吧？先生说的是。本神方才仔细查验过了，湖底水文并无异常，只不过临近望月之期，潮汐渐涨罢了。天帝问起，如此答复。是。好生看护孩子，一旦被天后真知，他必不肯善罢甘休。太湖不能再出事了。娘亲，不要，不要，娘亲！谁教你的潮涌术？说，谁教你的？什么潮涌术？他们打我太痛了，我生气就喊了一嗓子。你答应娘亲，我们下次不要再喊了。答应我，快答应娘亲！答应娘亲！答应娘亲！
他们怎么总是嘲笑我、辱骂我、欺负我？是不是我被他们打死也不能反抗，不能喊叫？娘亲是不是希望李儿死掉？李儿！李儿，对不起，娘要削掉你的龙角，刮掉你的龙鳞，只是希望你能变成一条普通的鱼，锦鲤、红龙鱼什么都行。龙的命运你承受不起，娘和外祖、舅舅还有丽泽所有的生灵都承受不起。那时候我未婚生子，被视作家门之耻，众叛亲离，还要成日地方天后的眼线加害我儿，更因太微的欺骗，迁怒于他的骨肉，对离儿更是爱恨交织，成日精神恍惚，恨不得一死了之。定是受尽了煎熬折磨，干娘受苦了。不，受尽煎熬和折磨的是离儿。他的自愈能力很强，新的龙角鳞片没过多久又会长出来，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苦行，循环往复，生不如死。到后来还是丽儿她自己。我都恨不得一死了之。等我再大一些，能够完全幻化成人形，我便极少以真身示人，便下那一身伤疤、丑陋、屈辱，实在不敢。从一条老青鱼那里得知，鱼离水必死。那天晚上，我下定决心，跃出了水面。岸上的鱼都会飞。天上挂着那么多夜明珠，真美。死了也值了。仙女，我死了吗？你是来接我上天的吗？你很想上天吗？待在湖里太痛苦了，只要不待在湖里，我哪都愿意去。可是你走了，那你娘怎么办呢？可怜的孩子，那你跟我上天好不好？是不是我走了，我娘亲就再也不会悲伤难过了？只要你听我话，跟我走，那你就不用受苦了。那我娘亲呢？你娘亲也会解脱的。把手给我。原来不是他遗弃了我，是我离开了他。后来的事情人尽皆知。天帝始终对花神纠缠不休，
将他强掳至天界，幽禁七蜈蚣。那时候在天界，废天后立花神的消息甚嚣尘上。天后为巩固后位，亲下太湖，一把火烧了丽泽，夺走了我的丽儿。天后，老夫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什么苦苦相逼，杀我儿子，屠我全族？只怪你教女无方，闺门晦杂，败坏我天家血统。本座断断容不得你们一族。你个小人得志！老夫在此发誓，我族就是战到只剩一人，也要灭你鸟族！快走！父王，我不走。为父原谅你了。有活下去。你杀我父兄童儿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。不自量力的妖精！把这里给我毁了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是。我的脸怎么了？你醒了，先生，这是哪儿？这里是洞庭湖的云梦泽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应该在丽泽吗？
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。父王，女儿，你们都不在了，留素玲一个人在世上做什么？世上莫要拦我，素玲家破人亡，万念俱灰，只想早日与家人团聚地下，求先上成全。连你自己的孩儿都不管了吗？灵儿在哪儿？他还活着，被天后带去了天界。他们要对他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毕竟他是天帝的长子，天后膝下也无所出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善待于他的。你们两个是骨肉至亲，世上没有谁能把你们分开。只要你活着，总有一天你的孩儿会和你相认的。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？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，总好过哀莫大于心死。先上非我，安知我之悲？若是素玲，执意就死。人固有一死，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。这是花界的血节生机膏，可以化腐生机。你们龙鱼一族世代清贵，倘若你真的求死，也需体面一些。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害我斩毁人亡的就是这张脸，我才是罪魁祸首，我才是罪魁祸首，我才是。就算不是你，他也有法子将你们龙鱼一族驱出太湖。先生此言何意？帝王心术，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眼下你的死讯已经传遍天界，你又何必再多死一回呢？振作起来，好好活着，总有一天你的孩儿会和你团聚的。洞庭由我管辖，天后的势力还触不到此。好好在此地养伤吧。水神伯伯当时也正被天帝猜忌，怕是自顾不暇吧？如此高压之下，还能义无反顾地把干娘藏起来，实在可敬可佩。患难见知交啊！当时的我，一味沉浸在自己的仇恨里，根本不记得当时天帝囚禁花神，逼花神与水神决裂。当时水神的孤愤悲痛之情，并不亚于我。果然真君子。既然水神与干娘有恩，干娘为何还要利用锦觅呢？当时我无意中翻看你那不务正业的6界美人图谱，突然间发现锦觅酷似花神，便猜测她是天帝之女，便想在天后寿宴之上揭露于众仙面前。我相信以屠瑶的性情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与太尉生出嫌隙。也许这个时候，我族便可东山再起。原来如此。可是锦觅实为水神之女，属仙事后与我提起，我才知晓，差点对水神犯下大错。我与锦觅交情匪浅，日后我会与她解释的。她重情重义，一定会理解干娘你。走到今时今日，我早已别无选择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在了丽泽，我竟潜藏于此几天，为的就是为我父临终发愿。我龙鱼族哪怕战到最后一人，也当以复仇雪耻，灭鸟族为己任。我作为龙鱼族的最后一个王女，自然责无旁贷。
当年我在醒经阁接触到不少典籍心法，为了报仇，我开始勤加修炼。不论邪魔正道，只要能增长修为，皆来者不拒。又召集旧部，正木新丁，把云梦泽建造的跟当年的丽泽一模一样，依托爱死，立志复仇。我龙鱼族将士，今后为公主马首是瞻。为公主马首是瞻。难怪大殿下从未踏足过云梦泽，倒跟串门回乡似的熟门熟路，自己就寻摸过来了。对了，干娘，你当时只在醒经阁待了1个多月，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多秘籍呢？你以为蜀仙在天上干什么？跟人下棋吗？夺子之痛，灭族之恨，不共戴天。这些年我思来想去，最彻底的复仇，就是让润玉接替天帝之位，掌管天界。但夺位之路，横成横败，变数太多，行差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不到胜券在握的那一步，绝对不能把他牵扯进来。父母之心，昊天罔极。大殿下果然是干娘亲生的。燕佑，你是好孩子，你定会帮干娘的，是不是？我果然是干娘亲手捡来的。